完11号晚上的2场直播后，我想很多姐妹都会很好奇，我们张哥到底为什么突然像转性了一样，如此主动，而且似乎正好跟嗨六的攻防关系发生了变化。因为第一期视频中，我们磕嗨六的几个最大糖点，主导方都带小田，但在这2次直播中，小田成为防守方，我们张哥那真是猪突猛进，孔雀开屏。但是真的没有人知道到底为什么，因为我们田作之鹤的饭真的太少了。我查了一下，嗨六的录制时间是今年1月底，然后就是1个多月以后的追剧团，中间留下了巨大空白，没有人知道他们的心路历程。所以这2天我主要在做背景资料调查，去分析这个人物的性格动因。首先我要吐槽张凌赫，这个男人真的太难看透了，就那个什么 ISTP 跟我们 NF 人思维完全不一样，给我的小作文造成了很大的阻碍。就这个男人在这部剧之前对我而言是一朵没有香气的花，这不是一个贬义的评价，因为我个人是比较喜欢破碎感。但这个男人他就像铜墙铁壁一样，很稳定，很有秩序，双商也高，性格成熟，又绅士有礼貌。而当你找不到一个人的裂缝的时候，你就很难在磕 CP 这件事上找到对应的点，就像榫卯一样，你要合，对不对？所以我一直尝试挖掘这个人物他身上的缺口在哪儿。有姐妹如果对这个问题有心得的话，可以分享在评论区，但我研究的初步结论是没有。就是原生家庭的问题也好，低谷期的内耗也好，这个男人可以实现自我疗愈，这是一个成熟男人的魅力。所以没有不是问题，我们要用辩证法的思想来看待这件事情，就是抛弃过往的言情思维。这也是为什么这2个人之间可能产生不了戈登文学的原因。我们田作之鹤，我觉得另一个独特风味所在，划重点，就是需要抛弃传统的救赎文学，把他们2个当作本自具足的独立个体之间自然而然产生的性格吸引，是我本身作为很好的人碰到另一个很好的人，在一个很好的时间，这就是我们说的成年人的纯爱番，而且是高阶版，不是饮食男女的类型。张哥这种性格虽然会有点难吸死忠粉，因为我觉得粉丝多多少少会有歧视病了，但是作为伴侣绝对良配，属于头脑极其清醒，有拈花惹草的本钱，也有从一而终的本事。这种男人会欣赏独立、有生命力、善良、真诚的女孩子，他需要的并不是一款严丝合缝的拼图，而是能并肩站立的一棵树。所以张哥如此反常的原因之一很简单，那就是小田确实是他的天才，但这绝对不仅仅是长相的问题。首先，他一定会欣赏独立女性，因为他是事业脑，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所以也会欣赏在专业领域发光发热的人。而我们小田，她本来就是一个在事业上有野心的女孩子，而我们磕的就是双强。其次就是她自己说的喜欢元气少女，能给她带来正能量的女孩子，这不就是我们小田吗？而且小田那种文字表达的细腻，对生活的探索欲，一定都是欧欣赏的。大家应该还记得吧，我们张哥极其偏科来着，数理化强，就语文不行。你说他读到那些小田充满着灵气的文字时，内心的欣赏会不会又多一分呢？第三，也是最关键的，就是能让他失控。对于一个习惯掌控局面的人来说，失控本身就是最极致的吸引。他入侵了你的边界感，但你发现你不讨厌，甚至你很享受，很暗爽。对于张哥这种用解题思维面对世界的理工脑而言，小田这种小蝴蝶的行事逻辑完全是不可预测的，突如其来跟你皮一下，给你撩的大脑宕机，但他又马上退回去了。这种拉扯感也是我们磕上头的地方。所以我觉得张哥行为如此反常，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太压抑了，就是情感压抑。别人是营业期结束就散场，他俩是营业期结束才开始真正的心动计时，大概率2人私下不管是真人还是线上互动，估计不会很多。所以这1个多月的分离是一个漫长的情感发酵期。而竹玉的爆火也助推了一点，因为全世界都在告诉我们就是天作之合。越想越觉得我们的 CP 名起的真是太好了，这是我们给这个人物建立的基本画像，也是行为反常的底层动因。张哥这边说完了，我们再说小田。物理学上讲，力的作用是相互的，看起来是我们张哥在单方面发力，但他的行为成立的一个必要前提一定是他接受到了来自小田默许靠近的信号。感情中会存在隐形的权力天平，先暴露出需求感的一方会瞬间失衡，这就是暧昧期拉扯感的成因。我们小田是心思细腻，欧是聪明傲气，这2个人但凡曾经试探性的向对方发出信号，但感受到了一丝被冒犯的不悦或者被轻视的轻慢，他们绝对会缩回的自己的壳儿，
不会再主动发出第二次。所以为什么我看到当然了那个环节他俩能翻面，我超惊讶的。虽然最后完成翻面动作的是张哥，但是提问的是小田呀。而且小田这个高防的性格，大家不要觉得他没有张哥会卖，这两个人物性格但凡缺了任意一环，都没有我们今天这么好磕的风味。他越是克制保持距离感，他那些自然流露出的亲密就越能助长张哥的信心。所以小田现在能表现出来的已经是他最大的好感了。同类人的嗅觉是很敏锐的，再加上我们张哥多聪明一人，这俩营业最好磕的就是这一守一攻的拉扯。他们内心守着一条界限，但他们的情感发展的浓度是递增的。所以我们第一回合的分析建立了非常坚实的理论基础。这次直播两人人设没有 OOC， 各种看似反常的行为都有他的动因。最后就是关于到底为啥两个人一对视就笑，就真的七字真言这次真的不一样。我本来不想提双标糖这个点，因为我觉得磕 CP 嘛，大家就各美其美就好。但是我有看到别人剪我们的双标糖，就说我们田鹤采访是不对视的，特别是小田做的板板正正笔直朝前，然后他们的采访频频有眼神交流，看着就亲密很多。我完全不否认这一点啊，但是我看完以后可开心了，因为这恰恰印证了我之前说的，拍完一部戏正常情况下就是会建立起亲密感的。对视这个行为对朋友来说很正常，不对视才反常。大家都听过这样一句话，对视是人类不带情欲的精神接吻。这就是为什么说大大方方是同事，小心翼翼是爱情。对于这两个人来说，对视这个行为太危险了，因为我没有办法保证有些东西是不是会从我的眼睛里跑出来，也害怕从你的眼睛看到我没办法回应的东西。所以我们看到的对视糖点产生的时间也很奇妙，跟嗨六那期相似也相反。他俩的对视糖点同样很少是主动发起的，比如别的 CP 那里两人自然就笑得一脸荡漾，我们这儿没有。他俩即使对视就是正常聊天，但是害羞的对视还必须得发生在避无可避的营业期，就是被按头的时候。不完全统计，追剧团那晚挑下巴笑、搭肩笑、翻面笑、陈皮糖笑、拍 DV 笑，都是被按头互动的，而且大部分情况都撑不过5秒，两人就会莫名其妙的开始羞羞答答、捂嘴、颧骨升天，包括拍戏也是同理。所以他们一对视就笑这个点真的很独一无二，而且还必须得搭配平时不好意思对视这个前提，风味才能出来。这就是为什么他俩的营业给人感觉若即若离的。就是我不知道这两位拉扯成这样自己是什么内心活动，但我觉得我们 CP 粉真的被拉扯得死死的，因为你就像开盲盒一样欲罢不能，你也不知道打开这期营业视频我们能吃到的是糖，还是两个人在这里死装。但即使是死装，你剥开内核藏起来的还是糖，因为装不是没有感情，而是感情太多了需要装一下。求求老天给小情侣安排一期推理综艺吧，孩子的饭真的太少了啊！记得点赞关注哦。